如果我跟大家说说最早征服太平洋的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西欧国家，而是我们中国浙江、福建原住民，你信不信？其实，在500多年前当时西方的西班牙、葡萄牙这2个西南欧国家开启了一个所谓神奇的大航海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有了代表西班牙航海的麦哲伦，希望从西边一路绕回东方的环球计划，大家都听说过。不过有意思的事就来了，当麦哲伦向西绕过美洲进入太平洋的时候，在一个无名小岛登陆之后发生的事让所有的船员都惊诧了。麦哲伦的一个奴仆亨利竟然完全听懂了当地土著的话。要说这亨利本来是一个葡萄牙人从东方印尼的苏门答腊贩卖过来的奴隶，怎么绕到太平洋回来，他们说话还是一样的呢？虽然麦哲伦的环球之旅走到一半他就挂了，但是他的航行却给后世的语言学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因为人们惊奇地发现在整片大海洋上，东到智利的复活节岛土著，南到新西兰的毛利人，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北到中国台湾岛的原住民，这波人的语言竟然都惊奇的相似。然而就在语言学家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发现台湾岛上诸多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竟然还远远的大于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到夏威夷再到新西兰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语言很有可能是从台湾开始传播的。然而台湾一个岛不可能就土生土长长出了人，它必然是从我们亚洲大陆过去的。那到底是从哪儿呢？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兴起人们更加论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科学家发现整个这个现在被命名为南岛语系的大洋民族中，有着高频分布的欧伊单倍型。而这一单倍型最为接近的，除了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等民族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东南沿海的土著民族百越民族。那我们说的这个百越民族就是在上古时期就分布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也就是现在浙江、福建一带的原住民，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太平洋最早的一批征服者。如果大家还想了解这一代的原住民百越人到底是从何而来，他们又往哪儿而去，这所谓的南岛人又是如何扩散到整个大洋的呢？那就请关注我的知识专辑，它即将在9月11号在喜马拉雅上线。在购物车中呢，大家也可以优惠购买，也推荐大家看简介添加我的抖音小助手，明晚7点我会在抖音给大家带来一些更有趣的知识直播，我们不见不散。一提到阿富汗我相信各位心中应该都没啥好印象，沙漠以及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但就在1000年前一个在金庸先生小说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丘处机道长，为啥要不远万里带着他的徒弟李志长以及龙骑士尹志平跑到那儿去呢？这德云社有句名言是吧？退票可以，窗口设在阿富汗是吧？在很多人眼里，阿富汗是一个太远太远的地方了。不过就在成吉思汗的时代他一路在中亚势如破竹，竟然真的就一路打到了阿富汗。最后呢，只留下了在阿富汗的巴米扬一带还有残留势力的抵抗。没想到这成吉思汗最喜爱的孙子木阿图干却在攻城时候战死，这下老头可就受打击了，急需一个心理医生开导。这时候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说金国有一个道士叫丘处机，是个老神仙，请他来药到必除。哇，丘处机这人也绝不是金庸说的那种忠于南宋的爱国志士是吧？他是个金国人但是呢，没想到结果金国皇帝、南宋皇帝呢请他都不去，一听说大汗请，我立刻表示我去。可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但是丘处机本以为成吉思汗是在已经被他占领的今旧都燕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到了之后才知道，哇，大汗在阿富汗呢。老头这一年正好73，我心想我这个坎儿过不去了。不过那长春子不愧是老神仙，他生生的带着自己的质字辈徒弟一路向西是吧？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我们龙骑士尹志平，而他所走的也正是我画的这一条草原线路。丘处机一路正是按照蒙古人的西征方式，在蒙古人的保护下逐水草而居。在见到成吉思汗返回的时候，弟子还写了一个长春真人西游记。到了民国之前大家一直以为西游记是丘处机写的。不过话说回来其实西游记也不是吴承恩写的，但这个东西以后可以跟大家再细说。说句题外话，丘处机开导的异常成功，成吉思汗不仅不停写信慰问老神仙，更是回到蒙古高原精神抖擞，临死之前还把西夏基本给灭了。好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好的历史知识，我全当这抛个砖引一个我自己的小玉。关注我的知识专辑，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在抖音购物车中优惠购买，限时抽取一些和我有关的精美奖品。也推荐大家看看简介，添加里面有我的抖音小助手。今晚我也会在抖音直播间等你，不见不散。
在之前的内容中啊，我就讲过一次所谓姓氏的来源，是吧？也说过，无论是什么姓氏啊，还是名字啊，本身都是俩概念。就比如姓，其实它本来和生啊、姓这些字儿同源，是表示拥有血亲关系的部落。不过姓这个字为啥偏偏加了个女字旁呢？而且我说了，如果看到很多古姓，什么姬、姜、嬴、姒、尧，也都带着女字旁，最好现在又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姓这个东西，男人是万万不会冠于名前的。先秦的时候只有女子才称姓，但并不是说这东西是继承自你妈和你姥姥，而是说啊，如果你父亲比如说来自姜姓部落，那呢你生个女孩呢，也是只有女孩才叫，什么文姜、武姜、生姜都行，是吧？啊，你是个来自姜姓部落的爷们儿，但是你要是娶了个生姜，是吧？这就近亲结婚了。当然了，它呢还有绑定贵族通婚的作用，就比如古代周朝的先祖正是靠着陕西的姬姓、甘肃的姜姓互相联姻啊，才得以什么伐纣灭商的。这也就是所谓什么姬发姜子牙的历史真相，那不是什么偶遇，而是一对儿女亲家。然而你别忘了，女孩成姓，所以古人不会叫他们姬发姜子牙的。那么男孩大家该怎么叫呢？我们就要提到氏这个概念了。还得说回周灭商的武王伐纣事件啊，比起大家认为的正义战胜邪恶，商朝之所以被自己包后门，主要是因为天下各路首领都是名义上的小弟，一旦天下大乱，没一个真帮你的。所以周朝刚一建立的时候，自己家人信得过，把自己家的姬啊、姜啊两姓封的到处都是。比如说他把姬姓封到了陕西正地、山西唐地、山东曹地等等啊，作为诸侯，又把姜姓贵族封到了河南申地、山东齐地等等为诸侯。那么这些国君的后人呢，就分别以郑、唐、曹、申、齐为姓。这就是为啥你看到如今的姓氏基本都和地没有重合。这也就是说啊，一个姓可以分出很多的氏，那氏的本质啊，代表的是你祖上的封地、官职等贵族标记。总结一下，就是上古贵族身上都有姓氏两个标记的，但是却不能乱用。这女子称姓为了通婚和亲，男子称氏为了标记家族。不过在各个姓中最好玩的呀，莫过于秦国的国姓嬴了。这嬴姓怎么来的呢？和周朝类似啊，这商朝的贵族呢也是持续的两姓通婚，只不过呢他的王室是来自于河北河南的子姓，而娘家呢就是源自于山东东夷的嬴姓。等周灭商之后啊，除了给自己家的姬姜到处分封，为了安抚商朝的移民呢，还是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到了商都朝歌。而那些娘家人嬴姓呢，他们号称徐夷，也留在了山东老家。然而周武王不仅抽调了大量的嬴姓族人啊，发配到了甘肃一带给自己放马驾车，又派了自己的3个弟弟分别封到管、霍和蔡，号称3监，盯着位于朝歌的武庚。这仨也是如今常见姓氏。没想到这周武王死得很早，只留下了他年幼的儿子成王，所以他只能命弟弟旦辅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公旦啊。通过之前的内容你也知道他不能叫鸡蛋了，是吧？然而呢，管、霍、蔡一看你鸡蛋算老几是吧？于是呢，这3监就联合本来想复国的武庚，又拉上了山东的嬴姓徐夷，一同造反。这也就是周公旦能量不一般，最后个人平定大乱。好了，现在我来考大家一个问题：管、霍、蔡3家人能否通婚呢？公布答案，这是否定的，对吧？因为3家都是姬姓贵族。那么蔡徐两国能否通婚呢？那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蔡国是姬姓蔡氏，徐国是嬴姓徐氏。那么两方爱情的结晶呢，你这个蔡徐姬氏就可以了。为了防止再闹出乱子，这周公旦啊，除了发了律师函之外，是吧，还把自己的后代封到了山东鲁地，号称姬姓鲁氏，就是为了监管镇压东部势力，并驱赶徐夷直到苏北一带。现在徐州的徐字就是自此而始的。没想到这鲁国就是个战五渣。周穆王时期啊，这徐国又一次造反，周朝差点被打得灭国的关头，是一个皇室老司机造府180迈的速度运送周穆王平叛，才导致胜利。而这个造府啊，可不是别人，正是那嬴姓徐的同胞。别忘了是吧？那群给送到甘肃奉马的哥们儿。这造府立了大功，就被封到了山西洪洞的赵地，号称嬴姓赵氏，成了嬴姓中最显赫的一脉。所以各位姓赵的，你知道你祖上是谁了？没想到啊，周朝是千防万防外姓人，最后却被自己家亲戚姜姓的申国除外，姬姓的郑国放了鸽子，放进来的犬戎所灭。最后还是西方嬴姓的放马人首领护送周平王迁都到东方的洛邑定都，史称东周，在时为春秋混战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也正是因为这一波放马人的功绩，这一群嬴姓人呢，就被周王室封到了甘肃天水的秦邑，号称嬴姓秦氏，这也就是后来扫六合的大秦帝国之祖了。不过到了秦统一之前啊，女性男士的说法就已经不多了，已经出现了姓氏合流的趋势，大部分的姓消失，男女也不分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合并的姓氏概念。就比如蔡国的后代呢，就叫蔡姓了，那也是因为不过呢，那些附庸风雅叫嚣汝南改名驻马店的哥们儿姐们儿却不知道，这儿的最早的名字呢就是县级单位蔡，汝南呢不过是后设置的郡名。就算如今的工业城市驻马店统辖了这个区域啊，它蔡呢也从未消失。就像东边的徐州，它自古就叫徐。当然了，关于蔡徐两国的故事还有很多，限于时间就没法细讲了。你也可以在我的购物车里获得到相关的信息，在那儿呢只有爽快没有催更，我还能收获恰饭和律师函。